嗨，我是魏老板，今天想跟大家聊在职场中的12星座。因为12星座其实有自己很多的特质，但是用在职场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个值得好好来聊一下。但我们并不是要讲12星座的缺点，而是那些特质要怎么样在职场上面转成优点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是有一些小缺点的话，要怎么破解呢？在职场上的12星座就要看这一集咯。我们先来聊风象好了，风象是双子、天秤跟水瓶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水瓶，所以我太了解风象星座的缺点。风象星座就是真的很像来去一阵风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觉得风象星座很容易会做事情是没有定性的，因为它很浮，飘来飘去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风象应该是主管蛮头痛的一个星座吧。好，因为我自己是水瓶，所以我先从水瓶开始聊好了。我觉得水瓶座，在职场上真的是应该蛮不受欢迎的吧？我觉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水瓶座很浮，他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他不太为五斗米折腰，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干嘛我为什么要为了钱，然后对你这样低头下气了什么？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今天他发现他的主管或老板是个白痴或智障的时候，他会非常的不服他，他就是整个不服写在脸上的那一种，就是黑掉就黑掉啊，没在怕这样。因为有些星座还会装一下，然后私底下再噼啪。可是没有，水瓶座就讨厌你写在脸上。那你说他在职场上是能混得多好呢？一定马上就被主管讨厌的那一种。那水瓶又很自以为清高，就是被讨厌还觉得怎么样？我就是这样，对，是不是真的是会让主管蛮头痛的呢？那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水瓶座是非常聪明的星座，然后他们是不太喜欢被管的星座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老板或主管带到他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尊重他，就是你不要对他下很重的指令，说你干嘛你干嘛。那他很容易就会觉得我就不要，或者是超智障，他就常常会这样。所以其实你就是可以跟他用讨论的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，这个专案可以什么，你让他有参与感，然后用到他的脑袋的时候，他会比较愿意跟你合作。这样主管是不是都要配合水瓶座啊？可是问题是哪个职场主管会一直配合你啊？对啊，他一定是直接开除你比较快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水瓶座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蛮废的，或者是会觉得很讨厌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就是不要用水瓶座的员工。当然不是啊，当然不是这样。我觉得水瓶座你自己是可以去找比较 free 的产业，比方像魏老板自己水瓶座在电商就觉得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电商要面对的环境都不一样，然后每天要处理的难题都不一样，然后你就会很像打怪的感觉，就会很想破关，就觉得很好玩，很有挑战性。可是你如果叫我做每天一样的事情，比方如果我当公务员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，我可能就真的会耍废，然后万一得罪主管，我可能就真的会跟他硬干，就觉得怎么样。可是我在电商加上又快时尚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适合我。所以我觉得所谓的12星座的缺点其实没有什么缺点，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对的地方。双子座，我觉得双子很聪明啊。双子虽然也浮，但是他稍微比较有在为自己思考多一点事情。但我觉得双子就是太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他可能都在选好玩的事情做，所以一旦那个工作是很无趣的时候，他也很快就没热情，然后他就想换工作了，所以他可能就变动性很高，就是每个行业都做不久，可能就1-2年他就想换了，1-2年他就觉得不好玩，他就想换了。还有就是双子他比较会算，觉得说我这样的付出跟我薪水不成正比，他就会换。但水瓶可能就算了，随便了，反正这世界就这样，就会这样。对，所以双子相对来说其实比较没有像水瓶那么容易废，但是他也很容易就是跳来跳去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可能过了8年10年，就是还是这样浮浮沉沉在职场上，然后他也不太想担责任，所以他可能不太想当主管干嘛的，他觉得好累，然后也薪水没多少，所以我不想当主管。因为他的算法是觉得这样不划算，对，所以好像会比较不容易往上爬。但是我觉得双子的确是非常聪明的伙伴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，双子要好好运用自己的聪明跟人缘好。你想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双子就是每个部门一定都有他好朋友，他去哪里都可以混的一个人哎。可是双子我觉得有个缺点，就是他这些开心的点跟这些人缘好，却没有办法运用在工作上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开心而已，可是你真的要敲事情，他却没有办法敲，他只会觉得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可是他却敲不了什么正经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真的是康乐股长，他不是可以瞧事情的康乐股长。
他就真的是开心果而已。所以老板或主管不用太期待说他好像人缘很好，他应该可以当业务，他可以接生意，可以谈判，不行，他只是开开心心而已。那他要怎么找工作？他应该要做什么？我觉得他跟水瓶一样，就是也喜欢做每天不一样的工作。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双子的朋友，就是他当的就是可能媒体记者，他就是每天要采访不同的人物、不同的专题、不同的角色，或是发生任何的社会事件，他马上就要冲去现场那一种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明天他要干嘛。那我觉得双子就很适合这种事情，就是他不知道明天要干嘛，然后他到现场之后，他要面对不同的陌生人，他都可以马上混得很好，真的是就很适合，就是好像八面玲珑的双子。可是他跟他没有交易关系的，他不用接他的订单，他不用瞧他的事情，不用瞧他的合约，他就是采访他就结束了。好，所以双子就我觉得蛮适合像这样子类型的工作，是不用有真正的商业关系的，因为他并不是谈判高手，他只是拉赛高手。天秤座，我觉得天秤座是风象里面算是最好的星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起双子跟水瓶的浮躁、不好控制，跟太爱玩乐比起来，其实天秤是比较稳的一个星座。虽然它跟其他的，比方土象啊来比的话，它可能还是比较浮。但是他在风象里面已经是稍微比较稳定的，而且他其实是比较有事业心的。我觉得比起双子跟水瓶，天秤是比较有事业心，比较可以做点正经事的啦。可是大家都知道天秤座是很爱纠结，因为他有2个秤嘛，然后他就一下这样子，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一直在找那个平衡点，所以他很容易会纠结在一些小事。所以在职场上，他很容易就是一直钻牛角尖，然后纠结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小事，可是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。然后他那大量时间他也不会跟你说，他就是私底下做很多苦工，可是却为了解决一个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他就觉得不平衡，不行，选择困难这样子。然后他想要把小细节做到很好。其实我觉得天秤才是大家以为的处女座。就是他其实是很纠结跟对细节很龟毛的哦，他很像大家以为的处女座。所以天秤座这样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你在职场上面的破解之法，就是你不要做到那么极致。你通常都想要做到10分才交出来，结果你可能会根本交不出来，因为你做不到，然后你就会迟交，然后老板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？可是你明明就是下了很多的苦功，你只是想要到尽善尽美才要交出来，殊不知其实你只要拿到70%交出来，你已经赢了大部分人。所以天秤就是放过自己，做到你70%OK 就交了啦。你会发现哇，大力称赞你耶。好，所以天秤就是不要那么完美主义。天秤座不是很爱面子吗？哦，是。但他很爱面子，会不会就是在职场上很难沟通啊？就是他会拉不下脸来跟别人沟通。我觉得天秤座啊，在职场上常常都不问问题，因为他怕他问问题会被人家发现他其实没那么厉害。他太想要维持完美的形象、优雅的形象、不疾不徐的形象，所以他就不问问题，他宁愿偷偷抄起来，回去疯狂 Google 做功课，然后再假装他本来就会，他也不会现场问你说刚刚那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有时候会一件事情明明现场可以处理掉，他却要拖3-4天，因为他要回去做功课。所以我觉得天秤是稍微要把自己的面子拉掉，就是你真的不会你就问吧，不要这么担心被人家戳破你的完美的形象，这样其实你的进步会更快。但前提是你要找到一个愿意教你的老板或是上司，在一个好的工作环境里面，你才不会一问又觉得自己黑掉了这样子。那天秤适合什么样的工作？我觉得天秤其实他是很有细节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天秤其实各个产业都还蛮适合的，就是只要他把他那个选择障碍跟纠结部分拿掉，我觉得天秤其实是个优秀的人物。然后天秤我觉得比较容易独善其身，所以他如果当主管的时候，很容易会想把自己顾好，可是没有把组员顾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天秤在当主管的时候，你稍微要想一下团体的利益，不要都只想到自己说哦，我要很优秀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想要维持我的形象。你应该就是要变成是这个 team 都是你的。好，所以天秤在当主管的时候，要稍微以团体利益摆在前面，不要都只有顾自己。风象星座刚结束喽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土象，就是金牛、处女跟摩羯。金牛座怎么样？金牛座很无聊，很无聊。大家都觉得金牛座很无聊吗？我个人是觉得金牛是踏实的好伙伴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是风象，我很浮，所以我会发现我的身边可以给我好建议的人是金牛，就是土象的朋友们，比较可以让我们风就是稳定下来一些些。我会觉得金牛座做事情是很扎实的，他会一步一步去规划，他不会天马行空跳，然后他比较务实，所以他不行的东西他会说不行，他比较不会跟你讲一些空话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金牛。我会觉得他的数字逻辑是好的，算是比较有理财观念的人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他对数字是比较有概念的人，而不会说讲一堆计划，可是那个价钱根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在公司里面，你有时候企划案写的多厉害，你的预算根本就不够。可是金牛他就会考量到说，可是这样我们预算不够，他会把这个东西考量进去，或者是在做一个商品的时候，你要多好的时候，他会说等一下，可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东西会变很贵。他通常是提出这个事情的人，所以我觉得金牛蛮适合碰财务类的工作，或者是如果你们今天是制造商，他可能是蛮适合帮你控管预算。我觉得金牛其实是可以信任的好伙伴，所以不要再觉得他无聊，人家只是很务实，好吗？是想得很周到、很全面吗？还是也不是，就是钱的部分，其他都不是，是不是吗？他也不是爱钱，他只是觉得要控管好钱，所以他买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会买一堆花而不实，然后没有意义的东西。对，他会觉得我这个钱花在这个东西上是有带来什么价值或意义，他才会买。但生活很没乐趣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生活很有乐趣。例如什么乐趣？很无聊，很喜欢吃东西啊。美对，食生活享受。金牛座他不是没有乐趣，他只是花在他认为值得的地方。那吃东西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这一家可以吃到什么，那一家可以点什么，他也是在换取他认为可以的东西。所以他并不是无聊，他只是有计算过要怎么样他才去做，他不是那种随便拿都可以的那种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旅行啊的好伙伴，他其实蛮可以帮你控管预算，跟他好会比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比价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出去玩，你要订机票，你要订饭店，就叫金牛座的朋友去处理。所以职场上金牛座的朋友可以控预算，可以规划活动的总预算，然后可以当采购的时候砍价钱。对，他就是适合做财务相关的工作，他会比较扎实一点。风象星座，我很建议你要有金牛座的朋友，因为他可以告诉你现实，不是只要开开心心就好，他会告诉你说要有多少预算才能实现你刚说的开心，他可以拉住你，才不会飞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风象跟土象其实是蛮适合的朋友。好，再来土象还有处女座，处女座大家的印象是什么？龟毛啊，龟毛，机车。我告诉你，我对处女座的印象就是超八卦，有没有？超级八卦放送站，但他不觉得哦，他觉得我没有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口风很紧，他觉得他自己口风很紧，殊不知他就是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别人讲的那一种。对，我觉得处女座什么消息都知道，什么消息都很灵通，因为他都有在出文。他都有在聊，消息一把罩的呢，哈，所以廖北亚通常也是他啦，防备一点。大家很多人可能觉得处女座很龟毛，我觉得处女座在职场上面，我发现有2个层级，就是有一种龟毛是用在他的工作领域上，然后让自己的工作提升的人，他就会在职场上蛮成功的。可有一种就是他是用来刁钻别人。他就是一直嫌弃别人，或者是他刁钻自己的时候过头了，变成是，比方那件事情不需要刁成这样，可是他却刁到太夸张，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做好的这种处女座就会蛮受阻碍的。所以我对处女座在职场上面的建议是，你要刁钻放对地方，就是不要一直挑别人的刺，挑别人的毛病，然后就会被讨厌。你知道处女主管你会多痛苦吗？你没有一件事情他会满意的，他就是挑。我觉得处女座可能那个龟毛可以收敛一些，你的标准太高了，你很容易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可是可能别人明明就觉得还 OK， 所以你不要太过的钻牛角尖。然后对自己也是，也不要太过一定要这样。有时候再放松一些，其实学风象星座的随性一些，你就会差很多，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好龟毛，然后好叽歪。尤其是当主管的时候，你经常会觉得这些细节你也没看到吗？什么的，可是可能那些细节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在乎的，所以
标准可能要再放松一些些，然后还有就是嘴巴不要那么尖。处女座讲话锐利到不留情的对啊，一针见血的。对他直接出口伤人的那一种，对，有时候会让人家蛮讨厌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稍微像双子座那样顾一下情感好吗？好不好？不要这么锐利，不要这么狠毒。处女的刁钻跟天平的钻牛角尖是什么样的差别啊？我觉得天平的钻牛角尖是自己在内心世界一直纠结，你看不出来的。因为他没有挑别人，他是挑自己，他就是一直在平衡两边，然后自己很纠结。然后外表云淡风轻，你也看不出来说他有在纠结。可处女不是，他刁钻写在脸上啊，刁钻，他每天一直挑别人，你那怎样？那什么，他是一直在惹怒别人的，然后自己也是做事情也是非常刁钻，非常会下苦功。可是那苦功是你看得到的那种，天平的下苦功是你看不到的那种，所以不太一样。天平可能不会被讨厌。他是讨厌他自己，他每天在跟自己打仗，但处女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讨厌。但是他如果在某些领域，他也会很出色。他可能会因为逼迫自己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就是会后天非常努力，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做到很极致的那种。所以，也不能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，就是有没有用对地方。处女座怎么检讨自己呢？就是想想看你的刁钻有没有对你的公司或你的事业带来正面的帮助。你的刁钻如果让你的产品卖得很好，你的 case 接得很多，那你的刁钻就对了。可是如果你的刁钻你发现预算也超过，人缘也不好，搞得整天乌烟瘴气，那你就放错地方了。就稍微检讨一下自己，我的刁钻有没有帮助到我？没有的话，你就调整一下。摩羯座，我觉得摩羯座很好的一个地方是他很有事业心。他一直都知道我在事业上要成功，然后我的生活才会过得更好。所以其实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跟创业家，或者是高阶主管是摩羯座哦。他们是非常有上进心的一个星座，然后他也是务实的，因为他是土象。所以你看，有事业心、有上进心又务实，这是不是职场上很闪亮的一颗星？摩羯座有什么小缺点呢？就是一旦他当主管或老板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是会很容易觉得别人要跟他一样的努力，我都可以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所以有时候也会自己很生气。就是比方说，你看你的下属很废，你们迟到啦，10点还在吃早餐，他就很气，因为他觉得我绝对不会这样。可是他觉得别人这样的时候，他真的气死了。可是其实，我觉得摩羯座就是要了解到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性格，然后如果你当主管或老板的话，你要把不同性格的人放在对的位置，而不是期待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。但是如果身为员工的时候，摩羯座是一个蛮棒的星座，就是他刁钻的刚刚好，没有像处女那么过头。他又有事业心，他也有金牛的务实，所以我觉得摩羯座通常在职场上还算蛮不错的。但摩羯座好像也因为以上这些特质，所以很容易会塞满的工作，他可能会有点不浪漫，对，他可能会有点无聊，他可能会有点太实际，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吃喝玩乐或漂亮的事情，他会觉得那要干嘛？能吃吗？有钱赚吗？就会就是你知道就不好玩，所以没有情趣，对，比较没有情趣。比起金牛，他可能还会把他的钱用在他觉得值得的地方哦，搞不好他很爱旅游或很爱露营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摩羯可以多一些生活情趣跟小浪漫的地方，比较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无聊啦。这样我也是蛮头痛的啦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他的脑控制不了他的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想这样的时候，他却跑那边。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哦，他不知道就是他最大的问题。他在想 A， 然后做 B， 最后的结果是 C。你要整，然后他也觉得很 OK 啊，这个 A 不就是 C 吗？不是，好吗？